今天要透过 HRSim 软体带大家来完成模拟真实环境下的焊接作业。HRSim 是一款功能强大的机器手臂模拟软体，不仅能够精准规划机器手臂的动作路径，还能模拟真实环境下手臂的各种工业作业状况。这对于部署与提升生产效率与产品品质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利器。在这部影片中，我们将会一步步教你：一、如何建立并设定焊接作业的虚拟环境；二、如何透过 CAM 功能规划工件的焊接路径；三、透过可达性确认与路径执行来收获专属于你的焊接模拟成果。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来学习 HRSim 的焊接应用模拟操作吧。先给大家展示今天的教学题目。我们将使用一个机械手臂配合2个外部轴来完成2个工件的焊接模拟。在影片中可以看到，我们能针对工件进行不同的焊接路径规划，其中也包括了姿态的选择。这将帮助我们更灵活且精准地完成各类焊接任务，并确保操作的稳定性与效率。首先，我们先添加手臂。添加完成手臂之后，我们再来添加手臂工具。步骤如下：一、汇入手臂工具 STL 档案。将你准备好的手臂工具 STL 档案汇入到 HRSim 软体中。二、设置手臂工具，依照顺序进行手臂工具的设置，包括定位与校正，确保工具正确安装在机器手臂上。最后记得要设定 Robot Tool Setting 里面的 Type 选择 Welding Torch。如果在设定过程中有不清楚的部分，建议可以慢下来仔细观看每个步骤，以确保安装与设置正确无误。当我们添加完手臂工具后，接下来要进行外部轴的设置。为什么需要设置外部轴？在规划工件的焊接路径时，可能会遇到以下问题：一、手臂无法抵达工件的某些区域。例如，工件的焊接路径过于贴近或远离手臂，使得手臂超出可操作的范围。二、手臂极限问题。当焊接作业需要覆盖较大范围或复杂角度时，单纯依靠机器手臂本身可能无法完成作业。外部轴的作用。引入外部轴可以通过前后移动或旋转来及时调整工件的位置，使其进入手臂的操作范围。这样不但提升了焊接工作的灵活性，还能有效避免因为手臂极限而无法完成焊接的情况。现在来说明 HRSim 里加入外部轴的操作流程。这个功能需要场景中至少有一只机器手臂才能使用。每一只手臂最多可以加入3组外部轴，可以是线性轴，也可以是旋转轴。接下来一步一步来说明设定方法。第一步，先选择要连接的手臂。系统会提供 E1 到 E3 3个外部轴的位置，你要先指定这条轴是挂在哪一只手臂上。第二步，选择外部轴的 STL 档案。这个档案代表要移动的零件，或是作为底座的参考物件。选好档案之后，要分别按下 Set Move 和 Set Base 来指定移动与固定的部分。第三步，设定外部轴的种类。这里要决定这条轴是线性运动还是旋转运动。第四步，根据图示选择轴的形态，有线性外部轴，也有旋转外部轴，点选对应的图标就可以。第五步，设定外部轴的移动方向。线性轴可以沿 X、Y、Z 3个方向移动，旋转轴则可以绕 RX、RY、RZ 3个方向旋转。加号表示正方向，减号表示负方向。第六步，如果使用的是旋转轴，这一步要输入旋转中心的位置。完成后按下 Set。储存设定。第七步，输入外部轴的初始位置。输入完毕后按下 Set 完成设定。如果不要储存，则按 Close 取消。里面一个场景可以放多只机器手臂，所以一定要先选择是哪一只手臂要搭配这条外部轴。
如果选错了，后面这条外部轴就无法跟正确的手臂产生关联，会导致整个设定失效。第二项是选择外部轴的编号。HRSIM 最多支援3条外部轴，分别是 E1、E2 和 E3。这里的选项就是用来指定目前要设定哪一条外部轴，可以针对每一条轴设定不同的参数，也可以让不同的手臂对应到不同的外部轴。第3项是启用或停用这条外部轴。这是一个非常简单但关键的设定，如果没有勾选启用，那这条轴在模拟过程中就完全不会被启用。就算前面设定的再完整，只要没勾启用就不会生效。这通常是配置完成后最先要检查的部分。第4项是设定外部轴的形式，可以选择线性或旋转2种形式。线性轴是像滑台、升降机或者输送带这类沿直线运动的装置。旋转轴则是像转盘、旋转夹具、旋转平台这类会绕轴心旋转的装置。这个设定会影响到运动逻辑、方向定义，还有后续校正的方式。第5项是马达的运动方向，这里指定当系统给出正方向指令时，实际轴是往哪边动。选正向的话，加号方向代表往前；选反向的话，加号方向就是往后。这会直接影响到轨迹方向与控制精度。第6项是运动模式，有同步与异步2种选项。同步代表机器手臂和外部轴会同时启动与停止，两者会一起协调运作。异步则代表它们彼此独立，各自控制。举个例子，如果手臂装在滑轨上，通常就要设定同步，这样整体移动才会正确。如果是外部轴作为独立送料装置，那选异步会比较方便。第7项是否启用同步协调控制。这项设定只有当刚刚第6项你选了同步模式时才会出现。这个功能会让手臂和外部轴的动作更加协调，不止时间同步，连空间轨迹也能连贯计算。像是在喷涂点胶或雷射加工时，这个功能会大幅提升模拟精度与效果。第8项是设定上极限，也就是这条外部轴最大可以移动的范围。如果是线性轴就用毫米表示最大移动距离，如果是旋转轴就用角度来表示最大可转角度。这项设定能防止模拟中出现不合理的过大动作或碰撞。第9项是设定下极限，也就是最小可动范围。这会和上极限搭配，构成完整的可动范围区间。举例来说，可以设定从0到1200毫米，或者从-180度到正180度，模拟时就只能在这个范围内活动。第10项是减速比，这是针对有使用减速机的驱动系统。简单说，这个数值代表马达转几圈，实际轴才转一圈，这会影响速度计算、模拟精度，也影响同步控制时的效果。那这个值要依照实际选用的减速机来输入。第11项是导程，也就是 pitch， 这一项只对线性轴有作用，意思是马达转一圈，轴移动多少距离，单位通常是毫米。像使用滚珠螺杆或同步带时，导程会是5毫米、10毫米这种数值。那这个值跟机构设计密切相关。第12项是最大转速，单位是每分钟转速，也是 RPM。这个限制是为了避免模拟时轴运动太快而不合理，也可以检查你设计的流程与节奏是否符合加工需求。第13项是加减速时间，意思是马达从静止加速到最高速，或从最高速减速到静止所需的时间，单位是毫秒。这项设定让模拟更贴近实际运动状态，特别是需要平滑启停的应用情境会很有帮助。第14项是马达的解析度，代表每圈可以分成几个控制位置。这不会影响模拟结果，但可以作为参考资料或与真实设备的编码器资料对照使用。像高阶4伏马达常见解析度有12888或更高。第15项是否允许无限旋转。这是旋转轴特有的设定，轴就开启的轴就可以持续旋转，不会受限于你设定的角度范围。这适合应用在转盘环形平台或有滑环的装置，如果没开启则转动会受到上下限限制。第16项也是最后一项是储存设定，这非常重要。
只要前面设定完成，一定要记得按下储存，系统才会把设定写入模拟系统。如果忘记按，全部设定都不会生效，这是很多初学者常常忽略的一个地方。最后做个总结，这16项参数里有几项是每条轴都一定要设的，像是形式、运动方向、上下限范围和运动模式。而像减速比、导程转速这些，建议依照实际硬体输入，才能让模拟结果更准确。如果你打算做同步控制，例如手臂搭配旋转平台，那一定要开启协调控制，并进行后续的精准校正。以上就是 HRSIM 外部轴参数的完整说明。在开始设定之前，请先确认控制器是否已经连接。这是让整个模拟能够顺利进行的基本条件。如果控制器没有连线，那后续的外部轴设定将无法正确启动，也无法进行测试。接下来我们要来设定刚才加入的旋转外部轴参数。第一步是确认这外部轴是否启用。这是一个非常简单但同时非常关键的设定。如果没有勾选启用，这条轴在模拟过程中就会被系统忽略，前面所做的设定也不会生效。接下来要设定这一条旋转轴的上极限，也就是它最大可以转动的角度。因为我们使用的是旋转轴，所以这里的单位是角度，可以输入像180度或360度这样的数值来定义它的最大转动范围。再来是下极限的设定，也就是它最小可以转的角度。这个值会和上极限搭配起来，决定整条轴的完整运动范围。其他的参数基本上可以先保持系统预设值，不需要额外调整，这样设定流程比较顺，也比较不容易出错。设定工件的焊接路径规划，使用 CAM 功能，在完成 Tool 工具坐标系的设定后，接下来要进行的是工件的汇入与焊接路径规划。这次会透过 CAM 功能来优化这个过程。步骤1：汇入工件档案。1. 确认已设定好机器手臂的 Tool 工具坐标系。2. 点开 CAM 页面。3B 将需要进行焊接作业的 STP 档案汇入到软体中。步骤2：焊接路径规划。在 CAM 中有3种路径规划方式可供选择。1. 垂直平面规划 （Perpendicular to Face） 适合应用于线段焊接的路径系统，会自动产生与面垂直的路径点。2. 使用者自定义朝向点 （Self-Setting Position） 适合应用于曲面圆管焊接的路径，使用者可自定手臂工具的朝向点，适用于复杂的曲面操作。3. 自动计算朝向点Computer Self-Computing 适合应用于曲面圆管焊接的路径系统，自动计算最佳朝向点，提升作业精确性。步骤3：选择规划方法与设定加工方向。1. 选择垂直平面规划 Perpendicular to Face。 2. 点选想要规划的路径，并设定加工的方向。3. 确认选取后，进入下一步的点位生成设定。步骤4：点位生成的设定，最后设定。第一部分，点位规划方式提供3种不同的点位生成方式。
公差规划 Tolerance Mode 系统会根据设定的切下公差产生点位线段误差小于设定值，公差越小，产生的点数越多。最大步场量 Max Distance 设定点与点之间的最大距离适用于精度要求高的非直线不规则曲线。步长规划 Step Mode 根据设定的步长依线段长度生成点位，适用于曲率变化小长线段的加工路径。点数规划 Point Mode 根据设定的点数数量等距生成点位，适用于圆弧的加工路径。第二部分，路径调整与参数设置。一、曲线偏置调整适用于去毛边工法，路径沿着法向量方向偏移，勾选 Reverse 可反向偏移方向。二、曲线深度调整根据刀轴方向进行深度的偏移设定。三、刀轴前进角调整仅对应于焊接应用，调整刀轴向量在加工路径前进方向的清白角度。四、刀轴工作角调整仅对应于焊接应用，调整刀轴向量绕前进方向轴心的旋转角度。Target 步骤5，完成路径生成与确认。一、调整完所有参数后，确认设定。二、系统会自动生成焊接路径并显示于画面中。三、确认生成的路径正确无误后保存设定。这样的流程不仅能提前确认手臂的可达性，也能在之后撰写程式时节省大量点位规划的时间。设定过程不熟悉，可以慢下来观看每一个步骤，或反复进行操作来确认设置正确。工件汇出与关联运动设定。在完成工件的焊接路径规划后，接下来要进行工件的汇出与关联运动设定。这个设定的目的在于让工件能够与外部轴同步运动，这样当工件的位置不在机械手臂的可达范围时，可以透过外部轴转动工件，以便继续焊接作业。步骤1：工件汇出与汇入。1、将已完成焊接路径规划的工件汇出为 STL 档案格式，并保存。2、在 HRSIM 软体中将这个 STL 档案汇入到工作区域中。工件设定与关联运动设定。1、确认工件已正确汇入。2、打开工件设定功能进行设定。3、将工件与对应的外部轴进行关联运动设定。设定关联运动儿，选择工件并指定对应的外部轴进行绑定设定。最后再调整工件的位置。3、确认外部轴与工件的关联性已正确建立。4、储存设定并确认工件与外部轴的同步运动功能是否正常。步骤4：测试与确认，以手动或自动控制外部轴进行旋转或移动。2、确认工件随着外部轴的运动正确移动。3、
若发现运动不正确，检查设定参数并重新调整。步骤5：优化设定。1、确认弓箭在不同位置时，机械手臂能够顺利完成焊接作业。2、调整外部轴的转动范围或移动方式，以配合最佳的焊接效果。3、储存所有设定与调整的档案，以备未来检查或修改。这样的设定能够确保焊接作业时，当弓箭超出机手臂的可达范围时，可以透过外部轴的转动来改变弓箭的位置，让焊接作业更灵活有效。在完成了前面的 CAM 功能学习以及外部轴的基础设定之后，接下来我会带大家实际操作一次完整的流程，从手臂与外部轴的建立到焊接路径的设计与模拟，最后透过程式撰写完成整段焊接动作。整个流程会让大家体会到如何从机构配置一路到焊接任务完成的全过程，而且这次的示范会强调以程式方式进行控制，让模拟更贴近实际生产应用。第一步，我们先新增一只机器手臂，这个步骤是整个流程的起点，也是后续所有轴与弓箭参考的基础。手臂建好之后，要记得与控制器完成连线，这点非常重要，因为如果控制器没有连线成功，所有模拟功能，包括点位测试、轨迹模拟，甚至外部轴移动都无法进行。接着我们要加入外部轴，这里会使用的是 Add External 的功能。点选之后，系统会要求我们选择要搭配的机器手臂。我们这次选的是 E1， 也就是第一条外部轴通道。选定手臂之后，就要载入外部轴的 STL 模型档案。这个模型代表模拟中实际会移动的机构，例如转盘或滑轨。要记得先设定底座，也就是固定不动的部分。这边我们按 Set Base， 然后再选择移动部件，按Set Move， 这两个动作的顺序不能反，否则模拟时会出现零件错误或不动的状况。之后我们设定外部轴的类型，这里我们选择的是旋转轴。旋转轴指的是绕某一个轴心进行角度变化的动作，常见的例子像是工作转台或者夹持旋转平台。完成类型设定后，我们指定外部轴的移动方向。在这个案例中，我们选择绕 RY 轴旋转，也就是绕着 Y 轴进行旋转。这里会看到正方向与负方向的选项，选择加代表顺时针或系统定义的正方向，这会影响到之后焊接姿态的计算。然后输入这条旋转轴的旋转中心坐标，这是模拟的关键点，因为系统会依照这个坐标进行旋转运算。设定完成之后，还要再输入初始位置，这是模拟一开始外部轴的预设角度或位置。全部输入完成后，记得按下 Set， 将外部轴的设定正式储存，这样整条外部轴的基本参数就完成了。接下来我们就要使用CAM 模组来规划焊接路径，这部分会进入实际的加工应用模拟。首先我们要汇入弓箭的 STP 档案，这个三维模型是我们要进行焊接操作的弓箭，它会作为之后路径设计与模拟的。对象汇入完成后，点选焊接路径规划功能。我们选择的方式是 perpendicular to face， 也就是与弓箭表面法垂直的方式来安排焊接轨迹。这是焊接应用中最常见的方式，可以让焊道均匀、姿态稳定。接着选择要焊接的路径。指定加工方向，然后设定加工的相关参数。这里我们使用 Step Mode， 也就是逐步前进的方式来设计焊道的路线。步长我们设定为1毫米，这样可以模拟比较细致的焊接路径。
然后再设定刀轴，也就是焊枪的角度与方向。这样我们就完成了第一段焊接路径的设计。为了展示流程完整性，我们会再重复一次刚刚的操作。在弓箭的另一侧设计第二段焊接路径，这样可以模拟完整环绕焊接或双边焊接的应用情境。两段路径规划完成之后，我们将弓箭汇入模拟画面中。并设定它与外部轴之间的关联。这里要进入 Workpiece Setting， 也就是弓箭设定的页面，选择对应的手臂与外部轴编号，然后点选加号来建立关联性。这个步骤能够让弓箭真正跟着外部轴一起动作。接着我们稍微调整一下弓箭的位置，然后手动移动外部轴，确认它们的相对运动是否正确。下一个步骤是设定机器手臂的汇入手臂工具 STL 档案，将你准备好的手臂工具 STL 档案汇入到 HRSIM 软体中。2. 设置手臂工具，依照顺序进行手臂工具的设置，包括定位与校正，确保工具正确安装在。最后记得要设定 Robot Tool Setting 里面的 Type， 选择 Welding Torch。和焊接路径，不会出现工具方向错误或无法对准弓箭的问题。到这里我们建立一个新的 HRB 档案，并启动手臂的可达性分析功能。这个功能会帮我们分析手臂是否真的能够到达规划的每一个焊接点位。我们会手动记录3个点位，第一个是机器手臂的原点，也就是起始位置。第二个是第一条焊接路径的起点。第3个是第2条焊接路径的起点。
这3个点会作为之后程式编写的参考点。接下来，透过 Export Path Data 这个功能，将路径资讯汇出到 RB 档案中。要注意的是，在汇出之前，必须先打开你想汇入资料的那个 HRB 档案，不然汇出功能是无法使用的。最后，我们就进入程式撰写阶段。首先把刚才建立的3个点位原点、第一条焊到起点、第二条焊到起点依序放入程式中，作为点位基准。然后在 Motion 区段中使用 PTTP， 也就是点对点的移动阵列，透过 PTP Point Group 呼叫我们刚刚建立的路径群组，依照焊接流程顺序撰写整段程式。程式写完后就是展示的时间了。这整套流程从路径设计、点位验证、程式编写到模拟焊接的呈现，只需要几个步骤就能完成一个接近实际应用的完整模拟。这样的方式不但快速而且精准，更适合应用在实际产线的前置验证与离线规划作业。最后，就让我们一起欣赏这次的焊接模拟成果吧。谢谢观看，请期待下次的马座应用影片。